要1个月。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快时间了。哎呀，我明白，但是1个月还是太久了。我们跟东一签的合同里边写着时间节点的，现在材料不到位，样品检测这关都过不了。再想想办法吧，不然我们就算违约了。嗯。你好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韩总，好啊。原材料还没解决解决了一半儿，就是不用遥遥无期，但是还要等1个月。还要1个月啊？也不会。要不要我帮你？不需要，您忙，我先走了。你真是双标，季星想吃你就去给他做，说请我来你家吃饭，结果是我给你做饭吃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谢谢，5分熟。你这张嘴啊，还是留着说正事儿。那就说正事儿。星辰和科博的事儿，你插手了。我帮季星，你吃醋了？背后是谁在动手脚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不过，东一有那么多材料供应商，你随手就能帮他，为什么选择袖手旁观？我不明白。我相信他能自己解决。合着是我瞎操心了呗？韩婷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真不是我瞎操心。往我身上泼。自从那个蒋四逃跑之后，就开始怀疑你。分手是吧？不用问。我给你10分熟，12分熟，12分。我只是。大家辛苦了啊！我给大家带了点吃的。谢谢李总。来，快来拿。悠悠，帮我拿一下呗，我还有点东西没做完呢。谢谢厉总。厉总，我给苏总送一份过去。啊，好啊。来，来，薇薇，再拿一份。谢谢厉总。去。苏哥，丽姐买了点吃的，你先吃点吧。我把手里的工作做完就吃。你这几天每天从早做到晚，都不见你离开办公室，为谁想的？不为谁啊？为我自己啊。哦，行了，我先忙工作，你先回去吧啊。行，替我谢谢李总。把门给我带上啊！啊，得嘞。大早上的别愁眉苦脸，来吃点甜点。不，这家很难买哎。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排了好长的队。我也是找他们排在前面的人商量，让他们帮我买，我再送他们点甜点，虽然花点钱，但节省时间。聪明啊。怎么了？丽丽，你是我的福星啊！你是我的福星，我有办法了。你说什么疯话？如果我们买原材料就用你买甜品的那个方法呢？我们直接找排在我们前面的厂商借，再跟他们聊加5%的通道费。但那些厂商都需要原材料进行推动生产，不一定会轻易松口。5%不行就加到8%，实在不行就加到10%，多问几家，总会有人答应的。行。我现在就去查一下，我看哪些厂商排在我们前面啊！加油加油！
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？主动约我吃饭。小白进展的不错，辛苦了，坐。点了这么多，原来在德国的时候，你也没有那么讲究吃喝啊？那个时候忙得觉都没时间睡，哪有心思想这些？我记得那会儿你刚刚参与建立东洋基地，很多人都不看好，你压力也很大。我那会儿还说要留下来帮你，你也不肯，非要一个人自己扛。确实，创业初期很艰难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人轻而易举地摁死。啊，快吃饭吧！我开了一上午的会，也累了。精力是有限的，多把心思花在正经业务上，就不会那么累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哪个业务是不正经的了？你是老板，不要把心思花在算计别人身上。让马总拖延原材料发货时间，导致新城产品实验进度跟不上，和你没关系吗？他星辰买不到原材料，关我什么事？你总不能把他做不好的事都算到我头上吧？马总是曾爷爷的学生，你们私交一直挺好的。是啊，那又怎样？你了解我，没有调查清楚的事，我会乱说吗？他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撬走我的员工，怎么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这点教训给他，无伤大雅吧？星辰是东一投资的公司，你教训星辰，就是拆我的台。那广华就不是你的了？当然是。任何在背后搞这些低劣动作的人，我都会过问。知道了，回头我单约一下马总吧，可能中间有什么误会。吃饭吧，尝尝你最爱吃的鱼。原材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们已经拿到了品质最好的树脂材料钛合金和钽金属，并且同步椎间融合器的注册，马上准备产品实验。我会抓紧时间的。那我就先去忙了。谢谢韩总，我会努力的。自主的梦埋在心底，斜风冷雨里，等待一个天气，慢慢的苏醒。想要穿越水泥森林，哪怕遇到曲奇，迷雾终会散去，义无反顾与梦想相遇，人潮中看不清。拥挤如夜空繁星，向往各自的天际，忘了原本遥远的自己。我要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天地不犹豫，要将未来握紧，不怀疑，无畏的勇气，
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课后交流。下课。马总，先走了。马峰老师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之前看过您的采访，您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基因检测研究，还没毕业就拿到了投资，好厉害哦！谢谢。你是？啊，我是星辰科技的季星。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。啊，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向手。哎呦，马总啊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向教授，今天受益匪浅啊！你这5个理论，这就是你的笔记。韩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向教授，你在外面等我一下。嘿，韩婷啊，我以为你在办公室等我呢。好久不见。您是东阳医疗的韩婷韩总吧？我是。哎，幸会。哎呀，那个我是风速基因的马峰。啊，希望有机会和您合作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情要跟向教授聊。哦，你们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啊。有机会合作啊。好。那我们去我办公室聊吧。季总，哎呀，季总，马峰老师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啊忘了给您我的名片了，没想到您和韩总也认识啊。哎，咱们有机会一起约个饭，好不好？我买单。行了，我有事先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您慢走。拜拜。哎，我买单啊。啊，好。看什么呢？走。韩总，你一般是不是都不用名片的呀？你这张脸就够用。看来光看访谈没有用。这几天上课有什么收获？我发现这些同学们都好厉害，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当然了，最厉害的还是韩总。我饿了。那我请你吃饭。行。想吃什么？都行。走。就请我吃这个。你不是说都行吗？这可是只有学校食堂才会有的味道，尝尝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感谢韩总给面子。毕竟难得你请客。什么叫难得啊？我们那年比赛获奖那天我也请客了，只是你没来。那时候我去了德国，给你发过信息，是你不回复我。你给我发信息了？那天我不小心把手机丢了。你都发什么了？还能发什么？说我有事不能去呗。对了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去汇报工作。这么快，想催我2期款？这不也刚好快到付款的日子了吗？工作进度如何？我们打算今天下午就把椎间融合器的样品打印出来，明天准时送到东医内部质检。
质检一通过，我们就送去检测所检测，希望可以早一点拿到产品合格检测报告。你就这么有信心，明天能通过内测？那当然，不然我就违约了。喂，志州。喂，静姐，你可算接电话了，急死我了！怎么了？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小左操作的时候把打印机给弄坏了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打印机只要一开机就宕机，显示屏也是亮一下就黑屏。你这样，你现在赶紧联系北迪那边维修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知道了。公司有事，我得走了。我送你。想好怎么处理了吗？当务之急，先解决设备的事情。我回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。你放心，等北迪那边把机器修好，打印样品只要40分钟，不会耽误提交内测。星辰运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赏罚管理制度与人事管理制度，出现这样的事，一定跟流程与管理有关。你刚学会管理，该学以致用了。我正好借这个事情重新梳理一下星辰的构架。你前期用梦想和感情笼络人心，激励员工主动工作，这种做法无可厚非。工作不能光靠自觉，危机感与激励同样重要，竞争与淘汰也极为关键。这几者之间的度，你要学会自己把控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的确，星辰的很多制度不够完善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犯错的员工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追责，并视情节考虑是否开除。开除？太残忍了吧？管理太仁慈，时间久了威信就没了。可是除了规章制度，还有人情呢。小左是个可造之才，他一毕业就来星辰了，而且我们星辰的员工处的都跟朋友一样，要是开除了他，其他员工怎么想呀？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的。那就把他的一切功劳与利益分给剩下其他人不就行了？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你可真会替人着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无法按期完成，合同会算你违约？我们一定按期完成，不会违约。需要我陪你一起吗？不用，这点事儿都做不了，以后这老板别当了。老板，季总看着很焦虑啊。要不你去哄哄他？不是，那你们北迪能不能临时调一个人过来给我们修一下？我们真的很着急，不能再耽误了。你们帮帮忙好不好？啊？喂，喂。你是公司副总，要稳住，不然大家更慌张。都振作一点啊！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咱们还有时间，一定能解决的。苏总，如果最后打印机还是没修好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办啊？你别乌鸦嘴，还是多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明天就要送去内测了，这要是整不好，
我们整体进度都会被拖延。可是我们给东一的进度报告里已经写了会如期送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东一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我在东一技术部的朋友刚刚打电话来问我了。东一技术部是由苑总一手创立的，估计现在消息已经传到他那儿了。小左，你怎么操作机器的？我们要是不能如期交付内测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北边的人来了吗？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全公司去外省团建了，最快也得后天才能派人来修。你们俩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写工作吧。老板，下午的工作汇报会，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东一现阶段发展很平稳，苑总这次应该不会再找茬了。先看看再说。坐。怎么回事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小左也记不清是哪个步骤出现了问题。当时在场的还有谁啊？小左自己一个人操作的。操作规定不是说了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吗？星姐，之前材料供应厂商他们的合同出现了问题，导致到货的时间推迟了3天。为了追赶交付内测的时间，我就带着黄薇薇他们加班审核工艺流程，这一下人手实在是倒不开了，就让小左一个人操作了机器。星姐，这件事儿我有责任。你有。那现在能查出是什么故障吗？打印机是直接宕机的，什么也查不出来。希姐，我们是不是要跟韩总说一下现在的情况，推迟一下送检时间？毕竟特殊情况，大家都预料不到。做生意就是讲诚信，而且我们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正因为他的支持，我们更不能掉链子。无论如何，明天一定要把追件融合器送到东一内测。志周，你先陪大家正常工作吧，我们去联系一下我们认识的公司，看他们有没有相同型号的设备，我们应急一下。去吧。东一第1阶段的改革已经完成，各个部门配合得非常好。产品部继续在推进新产品线的建设，卓有成效。销售部上个季度的销售额也提升了8%。我会针对下一阶段的计划继续调整，以达到充分的磨合和运转。韩婷最近做的确实是很好。各位董事，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那今天的会议就结束。小韩总自从接管东一以来，实施的雷霆手段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也确实卓有成效。可是有一件事儿，我不明白，明明都是东一体系的公司，小韩总对总公司和旗下的子公司，不应该区别对待吧？周董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就是我听说星辰科技因为管理不善，导致打印设备出现了重大故障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上个月星辰提交的报告里提到，这几天他们的锥间融合器就要送质检了吧？现在如果因为管理问题导致既定目标无法实现，小韩总啊，怎么处理呀？周董，初创企业遇到点小问题不可避免。星辰已经快速做出了应对措施，这种小事没必要在董事会上讨论。小韩总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这说明我们东一选择投资星辰科技的策略存在问题。我们是做投资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
我们要的是成功，是效率。东一和星辰的投资协议讲得很明白，如果星辰的锥间融合器不能按时提交质检的话，那就意味着超期，超期就是违约。对呀，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上市公司，既然选择了投资3D 医疗打印的这条赛道，总要做出点名堂。人家瀚海那可是一路向好啊，反观我们呢，还在因为管理不善而延误质检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恐怕股价也会受影响吧。各位董事放心，星辰的研发进度会按照合同的规定继续推进。小韩总啊，我们也不是质疑季星的能力，只是他毕竟是个技术人才。我这么觉得啊，您让一个技术型人才又管产品又管管理，确实有点强人所难。那周董的意思是，应该给星辰内部引进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协助管理。哎，还得是苑总，专业。哎，这个办法好。我说过，我负责就一定会做到。星辰不需要空降任何人。我们也就是跟你提个建议，毕竟现在东一的管理人是你，你要是这么坚定的话，那我们也就不便多说了，拭目以待吧。散会。小韩总要是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，东一怕是要出事儿。这事儿啊，还得让老董事长知道。老板，他们明摆着小题大做，故意找茬。不过，要不要提醒一下季小姐？不用，不要再给她压力了。好的。我们明儿要是真没法送东一内测该怎么办？要是交不了，是不是就违约了呀？会不会罚钱啊？投资款不会就中断了吧？我们公司不会就这么散了吧？问题一定能够解决的，你们都别担心了。早点下班，回家休息吧。苏总，你和季总、李总还没走呢，我们怎么能先走呢？是啊，我们留下来，没准还能帮得上忙。丽姐，怎么样了？我们要的太急，能联系的都找了，短时间内确实找不到同型号的设备。哎，各位，哎呀，南友科技的郑总答应借我们打印机了。南友科技在京西，我之前的公司跟他们有过业务往来，我去吧。好，那志洲，你跟丽丽一起，你懂技术，可以操作机器。好，那一会儿我把你们跟郑总拉个群，直接跟他联系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路上买机票，连夜打印，买早班机回来，应该赶得及。走了。好。